谁能懂 Discovery 探索频道40周年庆祝视频里一群国内外户外大佬里惊现乖巧萌系王一博的反差感啊！简单蓝 T 配浅色渔夫帽小卷毛，乖乖巧巧的长相，白白嫩嫩透点红光的素颜，一开口我眼睛都会被他齐齐整整的宝宝牙吸引住。别看他照片嘻哈卷毛，我命由我不由天，美式自挂岩壁北美岩缝一线牵，随即吓到一群粉丝的硬核岩羊战士，内于雄性中雄性的真硬核活爹，但私下一出现再叛逆都是干干净净，自带乖巧 buff 的极致反差，眉毛一淡一浓，这熟悉的手法都自带喜感，但看得出博哥真 respect 了，也难怪他在内娱活爹，粉圈都还是妈粉盛世呢，真不愧是曾经被叫做内娱恶童的男人，极致的反差感，手段真了得啊！要知道2025大半年了，内娱播了那么多剧，炒来炒去腥风血雨，年轻一辈95生全民向的，不管是抖音还是微信指数，都还是王一博稳稳的流量话题第一呢。毕竟这可是跨个年微信指数都能破8.5971的男人。春晚上了，联合国西藏冰川科考保护去了，巴黎时装周创3奢同行记录去了，赛车玩了，岩壁挂了，岩羊当了，华表影帝提名了，30多个广告代言拍了，就连勇闯北美探索新境2，他表情包的摩天轮都100万点赞破圈出道火了，更别说他粉丝所谓的慈母手中线游子王嬷嬷了。内娱也就他刚新宣了户外圈大佬海莉汉森之后，还一身从头到尾竞品十足鸟在身的呀，毕竟10个服装代言同期在身是内娱想象力的极限，不是王一博的。即使细分到户外，潮牌、礼服、运动装、休闲装、家居服、羽绒服，样样给你最高代言齐全，从顶奢到高端线到平价线应有尽有，但他就是穿衣自由啊。看他内娱成长经历也是一个能活跃从偶像圈成功转型影视圈，从舞台到主持人再到演戏，还能从电影频道到体育频道再到顶尖海外探索频道，哪都有他，哪也都限制不了他来去自由。你看外媒介绍他的时候都说这是内娱最重要人物，一个27岁的天赋年轻人在7大领域揽获54个奖项呢，干一行行一行，做简单的人但从不简单的人生，极致的反差魅力也真就王一博了吧，你说呢？这是一个原本害怕黑暗又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的探洞经历，没有以往的惊险刺激，但通过这个视频你会看到一个永远都不会被世界磨平棱角的年轻人。王一博，他始终是那个赤足奔跑的孩子，带着好奇，带着自信，带着韧劲，言行自然流动，笑因喜悦而生的纯真者。总之，看他你也会心生喜悦。在洞穴探索的第2天，要开始一段完全由他掌控的旅程。老师问他有没有信心，他自信地说完全有。他自主地把控着整个过程，一切井井有条，打锚点，挂绳索。老师一直在夸他整个过程操作熟练，从悬崖下降到洞穴的暗河，他下到河里，孩子般的欣赏洞里的景色，非常漂亮。掌握推进器是一个搞笑且艰难的过程。他说推进器的效果有点尴尬，半推半就间，又奉献了一声可爱的夹子音。他不走了。音乐可爱，他更可爱。老师问他在水里游泳的感觉，他特别提到了途中一段窄路，说在水中激流猛进，非常刺激，自己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他很开心的分享，说自己是个装备控，喜欢的各个运动都喜欢买很多装备。有了装备你才会有信心，才会有安全感。采访中他清晰地记得那天夜里在洞穴露营的感受，黑暗还是很舒服的，包括第2天早上睁开眼睛还是黑的，就还想继续睡觉，很舒服，环境很美。扔石头打水漂，老师要求和他比赛，结果他以4比3的成绩胜出，又是小男孩虚荣感爆棚的一个小瞬间。可以4个。继续探洞，他当了一把第一个探洞的人，先行下洞，还是在途中出现了可爱的夹子音，嘿嘿的哼出了声。老师说感觉他现在没有任何恐惧感，他说这个没有任何恐惧感。可爱因子再被激发，没有恐惧感，还是听出了恐惧感。从洞口钻出后直呼刺激，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尔导问如何理解困难，如何理解危险，他依旧是那个答案，不会预知困难与焦虑，不内耗。更多的在做的过程中还是在努力。也正因如此，他往往都能够高效、更自信地达成目标。第一次先锋探洞结束，他觉得很好玩、很刺激。从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出来后，一切豁然开朗，心情舒畅。他说：“是我第一个探过来的，所以会有探洞的感觉。”说这句话的时候很骄傲。走出洞穴，依旧是美景。光亮之下，蓝紫色工装很衬他白白的肤色，他真的很好看。王一博，一个永远不会被社会磨平棱角的年轻人，言行自然流动。
动，笑因喜悦而生。中国一代榜样阅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阅读者王一博。我选择的青年正能量关键词是钻研。之所以选择钻研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人生要有一种钻研的精神，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没有钻研精神，就真的是做任何事情都只停留在了表面。作为演员，我会对饰演每一个角色都会细细琢磨，全力以赴去钻研他们的不同之处，尽可能把这些角色塑造得更加完美。钻研对于我的事业和成长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在成长的道路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我觉得钻研精神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去解决、克服这些问题。今天在榜样阅读的现场，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鲁滨逊漂流记》，一起来感受一下钻研的重要性吧。下面进入我的阅读时间。《鲁滨逊漂流记》12月底是一年中的第2个收获季节，我收割了我的庄稼。要收割庄稼就得有镰刀，可是我没有，这就难为我了。无奈之中，只得用一把腰刀来改装。这种腰刀是我从船上的武器仓中取出来的，好在第一次收成不多，所以割起来也没有多大困难。而且我收割的方法也非常独特，只割下来麦穗或稻穗，把茎干留下来。我把穗子装进自制的大筐子里搬回家，再用双手把谷粒搓下来。收获完毕后，我发现原来的半斗种子差不多打了2斗稻和2斗半多的大麦。这当然只是我估计罢了，因为当时手头根本就没有2斤。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预见到早晚有一天上帝会赐给我面包吃。可是现在我又感到为难了，因为我既不知道怎样把谷粒磨成粉，甚至根本不知道怎样脱谷，怎样筛去秕糠。即使能把谷粒磨成粉，我也不知道怎样把粉做成面包。即使做成了面包，也不知道怎样烤面包。另外，我想多积一点粮食，以保证不断供应。为此，我决定不吃这次收获的谷物，而是全部留起来做种子，待下一期再播种。同时，我决定用全部时间全力研究磨制面粉和烤制面包这一艰巨的工作。人们常说为面包而工作，其意思是为生存而工作。而现在，我可以说是真的为面包而工作了。为了制成面包这样小小的不起眼的东西，你首先得做好播种准备，生产出粮食，再要经过晒、筛、制、烤等种种奇怪而繁杂的必不可少的过程，真是不能不令人惊叹。我也想，很少人会想到，我们天天吃的面包，要真的自己动手从头做起，是多么不容易啊！目前我犹如初生的婴孩，除了自己一身之外别无他物，做面包的事成了天天苦恼我的心波。而且自从我第一次无意中发现在石壁下长出稻子和大麦，并获得了1把2种之后，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简直无时无刻不想到做面包的事。首先，我没有犁，无法耕地，也没有锄头或铲子来掘地，这个困难我克服了。前面提到，我做了一把木头铲子，工具拙劣，干起活来很不得力。虽然我花了不少日子才做成一把木铲，但是因为没有铁，很快就磨损了。结果工作更加困难，效率也更低。尽管如此，我还是将就着使用这把木铲。我耐着性子用木铲掘地，即使效果不佳也不在意。种子播下后，我又没有耙，不得不自己在地里走来走去，或者用一棵大树在地里拖来拖去。这样做与其说是在耙地，还不如说是在扒地。在庄稼成长和成熟的时候，我前面也已谈到，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给庄稼地打上篱笆，又要保护庄稼不受鸟害，然后是收割、晒干、运回家、打谷、剥去秕糠，然后把谷物收藏起来。然而我没有磨，无法磨谷，所有这一切我都一无所有，但我还是做成了面包。
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看到了来自主人公鲁滨逊的那一份钻研的精神。在意外流落荒岛之后，他为了能够坚持活下去，等到救援，开启了他的荒岛求生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尝试了非常多从未经历的事情。想要在荒岛活下去，首先是要解决温饱问题，于是他想出了做面包这个主意。可是对于实际操作一窍不通的他，就像文章中所说的一样，首先得做好播种准备，生产出粮食，再要经过晒、筛、制、烤等种种奇怪而繁杂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光是听起来就非常复杂。为了生存，鲁滨逊没有放弃，他把自己的全部时间放在了如何制作面包的研究之上。在经历了最开始把腰刀改制成可以收获庄稼的镰刀，一直到谷粒磨成粉，最后再把面粉做成面包的过程，一步步的钻研和努力，最终他成功了，解决了食物来源的这个重大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我，虽然和文中的鲁滨逊境遇不同，但是对于钻研，我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份理解。在面对不同的剧本、不同的角色，包括不同的情景状态下，表演时所展现出来的情绪、心境，包括情感、动作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每一次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都会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反复琢磨并体味，看看怎样能够更好地诠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请教导演、编剧以及有经验的前辈同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吃透剧本。实际上台词这方面，我在作为演员以来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自己的嘴唇肌肉对于其他专业演员来说有一些无力，于是我就想到了咬筷子这个方法。在进组之前，包括每天的戏份结束之后，我都会咬着筷子说台词，这样对我的台词功底有非常大的提高。有些时候呢，在片场我也会抓住中场休息的时候去和导演指导老师做一些交流，看看他们对于我的表演有什么看法，听听他们的指导和意见，然后抓紧时间多练习几遍，争取能够有进步。在拍摄《陈情令》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挺多的打戏桥段，从小我虽然学习舞蹈，肢体的协调性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但是对于武戏的部分的话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会经常请武术指导为我做一些示范，指导我一些要领，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动作演绎得更加自然和逼真。我希望通过这一份钻研，能够把更完美的角色形象展现给观众朋友们，同时也希望让自己的演技得到磨练和提升。回到文章当中，鲁滨逊通过钻研能够自己制作出面包，从而解决了在荒岛上生存的温饱问题。读过全本《鲁滨逊漂流记》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最终鲁滨逊成功了，等来了救援，获得了新生。对于我来说，学习钻研可以让我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里获得更大的发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在我看来，钻研应该是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道路上一种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吧。我来参加百样阅读这个节目，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对于优秀文章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可以督促自己读好书，多读书。觉得是勇气吧。在我看来呢，钻研呢算是一种探索过程，但是在这些探索过程中，还要必备的是勇气。自学的经历的话，当然有，因为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时间比较少，可能在上课方面或者学习舞蹈方面的话，要通过一些视频去学习，要去自学。阅读的小嗜好的话，其实跟剧本一样，会标一些重点记出来，拍下来。就是比如说自己喜欢的一些句子，有意思的句子，觉得这个句子能够打动我，能够有更多的体会的话，我会记下来标出来。好了，今天的分享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由法国作家蒂皮本杰明·奥康蒂·德格雷写的《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书中描绘了自己在非洲和野生动物相处的经历，再配上精美的照片，从而希望可以告诉我们人应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有人说，勤勉而顽强的钻研永远可以使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保持一份钻研的精神，才能让我们更加完美的离更好的自己更进一步。